其实叶晨是想直接回赠给这位老太太一颗回春丹。老太太这辈子活得也不容易，现在又沦落到这种地方，身体和精神也都饱受了不少摧残。这种情况下，若是给她一颗回春丹，再给她一笔不菲的现金，不但能让她多活些年，也能让她和她的儿子安心度过余生，余生也能多享点清福。但是叶晨知道自己不能在这种场合下直接拿出回春丹来给他，毕竟这丹药确实太过珍贵，万一万龙殿的将士看到，恐怕会心生不公。他们不可能知道这个看起来一文不值的手镯对自己来说有多大的价值，他们只会觉得他们辛辛苦苦冒着生命危险来替自己办事，可是自己却给了一个被救的老太太和她的儿子2颗价值连城的丹药，而且这种丹药对他们这些武道中人来说更是万金不换。如此一来，他们心里难免会有落差。俗话说得好，不患寡而患不均，自己怎能让这100多万龙殿的将士心生失望？至于刚才自己给老太太儿子服下的那颗散血救心丹，叶晨相信他们一定程度上应该可以接受，毕竟老太太这么大的岁数，而且已经陆续没了3个儿子，眼看就要失去第4个。这时候帮他一把，也是不希望他绝了后人。所以叶晨便打算回春丹暂时先不给，等自己回国之后再登门拜访，届时不但要给老太太一颗回春丹，还要帮老太太解决所有生活上的难题。老太太一听叶晨说回国要登门拜访，连忙说道：叶先生，等回国之后也应该是我带着幺儿去拜访您，哪能让您来我家？叶晨微微一笑，认真道：老人家，您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今天之后我会让万龙殿的将士先将您2位安顿好，待时机成熟后亲自护送你2位返回国内。老太太抿嘴犹豫片刻，感激地说道：那就麻烦您了，叶先生。我们2个护照都被这帮人拿走烧了，而且身无分文，您现在让我们自己回国，我们也没办法回去。叶晨点点头，那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会安排好的。说罢，他便对万破军说道：破军，让人把他们都带上去吧。万破军立刻点了点头，安排人将几人都带了上去。而此时其他万龙殿的将士已经将尸体都搬了下来，这个其中就有因为意图逃跑而被一枪击中天灵盖的印度医生哈迪克。随后万破军来到叶晨面前，恭敬道：叶先生，尸体都搬下来了。叶晨点了点头，淡淡道：把这些尸体连带活着的那些都关进牢房去。万破军下意识地说道：叶先生，牢房面积有限，怕是放不下吧？叶晨淡淡道：没事的，把尸体都堆在一起，像码柴火那样一根根码起来。万破军听完立刻点头道：好的，叶先生，属下明白了。说罢，他看向身边的手下，命令道：立刻按照叶先生的要求办。遵命。梅玉珍、徐建喜还有阿亮这些活人此刻都吓得嚎啕大哭，尤其是梅玉珍，她吓得浑身发抖，哀求叶晨道：叶先生，求您一枪打死我吧，求求您了。叶晨淡淡道：你这种十恶不赦的畜生，还不配死在我手里。这时一名万龙殿将士走到他的身边，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便将他直接拖进了牢房。而此时牢房里的尸体已然快要堆积成山。叶晨开口对万破军说道：破军，找我一个打火机。万破军偶尔也有抽雪茄的习惯，于是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专门点雪茄的打火机，递给了叶晨。叶晨转而将火机丢到给了梅玉珍，淡淡道：
这个打火机你拿着，我稍后会让人把牢房锁起来，然后再让人把地面那些汽车油箱里的油都抽出来，灌进这里。你们谁要是受不了了，可以自己用这个打火机点燃汽油解脱，要是你们都不敢点，也可以选择在里面守着这些尸体，等着迎接死亡，怎么死你们自己选。梅玉真被吓得魂飞魄散，整个人身体都瘫软成了一滩烂泥。而正被抓进牢房的阿亮吓得哇哇大哭，他不敢想象自己被大火烧死的样子，脱口道：叶先生，求求您让我们自生自灭吧，千万不要给我们打火机啊，我怕他们谁控制不住真的点火。马奎近乎崩溃地说道：不点火，你还想在里面慢慢熬死吗？你知不知道这些尸体明天就会腐烂发臭，到时候我们就算没被臭味熏死，也要被发酵产生的有毒气体毒死了。你想那样死在一滩血水里吗？阿亮一听这话，整个人顿时吓得尿了裤子，整个人比之前还要恐惧得多。但恐惧归恐惧，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再说让叶晨不要发打火机的事了，因为听到马奎的话之后，他忽然觉得一把火解决一切可能才是最好的方案。很快，尸体全部堆进牢房之后，活着的几人也都被关了进去。此时的他们只能在很小的一小块空地上挨着站立或者瘫倒，而他们的身后就是密密麻麻的尸山。叶晨迈步来到几人面前，看着他们绝望和恐惧的样子，冷声问道：你们还记得那些被你们害死的人死之前是什么样子吗？一众人都连忙低下头去，不敢看着叶晨，而他们的脑海中已经不自觉地浮现出所有被自己害死的人在死之前那无比的凄惨样子。因果循环，报应不爽。这帮人专门靠着残害他人谋取利益，可以说是恶毒至极，邪恶至极。许多人手上沾染的都不止一条人命，而是很多条人命。让他们以死谢罪，已经是便宜他们了。若是真有轮回，那他们往后几辈子恐怕都要受尽所有人间所有疾苦，才能算偿清罪恶。叶晨眼见这群人一个个都不敢搭话，冷笑一声，对万破军说道：破军，让大家全部撤出去吧。好，万破军点了点头，命令其他人全部撤出地下手术室，随后便与叶晨一起迈步走了出去。出去之后，万龙殿的将士将那些疯狂华雷斯成员的车辆都开进院子，逐一抽空油箱，让汽油顺着地下手术室的入口向内涌入。很快，被尸山挤着的梅玉珍等人便看到了一条由汽油组成的涓涓细流从楼梯上一路流了下来。梅玉珍看着汽油距离自己越来越近，忍不住看了看手里的打火机，面无表情，颓然无比地问马奎：老马，你说咱们什么时候点？马奎强忍着疼痛开口道：现在千万别点，咱们得等汽油再多一些，争取到时候一把大火起来，瞬间就能失去知觉，要是慢慢被烧死，那肯定特别痛苦。阿亮想起什么，忽然哭着说道：马叔，上次那几个被摘完肾的家伙就是被汽油烧死的。当时我说要杀了之后埋起来，那几个墨西哥佬非说挖坑太累，不如一把火烧了事，所以那几个墨西哥佬就……阿亮说到这里，脑海中不禁回想起当时的画面，情绪已然有些过于恐惧，他不敢再说当时的情况，只是哭着说道：马叔，我真的好害怕啊，马叔。